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西红柿大汤这么好喝呢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，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里面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准备2个西红柿，挑选西红柿我们要挑选这种带有绿色叶子的，这种西红柿才更为新鲜。西红柿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，不管是用来凉拌或者是炒着吃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今天的西红柿要去掉外皮，首先在顶部打上10字发刀。挑选西红柿我们要挑选这种自然成熟的，因为这种西红柿汁水特别多，非常适合做西红柿大汤。给完刀以后，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的开水没过西红柿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西红柿去皮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可以放在明火上面去烤，也可以像视频中这样烫一下。我个人觉得用开水烫方便快捷，而且干净又卫生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也不需要太多，2到3个就可以。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融合一起。挑选鸡蛋，我们最好挑选这种土鸡蛋，因为土鸡蛋的蛋黄颜色更加的金黄，做出来的蛋花也更加的好看。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把白玉菇切成小长段。西红柿大汤里面加一些白玉菇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全部切好放在大碗中。接下来加入1小把的食盐，因为白玉菇看起来特别干净，其实在生长的过程中表面难免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，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抓洗一下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表面的一些杂质，然后再用清水淘洗干净，最后用力的拧干水分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西红柿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很轻松的就把外皮给撕下来了。西红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放在一起煮的话总是煮不烂，那样的话会影响整道汤的美观。接下来我们把西红柿切成薄片，这里我们不需要切断，然后再转过来切成小条，同样也不需要切断。接着再立起来切成小丁，西红柿丁我们尽可能的切小一些，因为切的小一些，这样更容易炒出汤汁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放在准备好的盘中。接下来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香葱和几根香菜，把它们切成小长段。如果不喜欢吃香菜的也可以不用放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多一点的胡椒粉，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化开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厨房小白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接下来把西红柿丁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这里我们要不停的翻炒，首先把西红柿表面的水分炒干，
接下来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因为西红柿加入食盐，这样更容易炒出汤汁。再次翻炒均匀，把食盐和西红柿完全的融合一起。因为食盐有很强的穿透力，经过1分钟的翻炒，西红柿也炒出了汤汁。接着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开水，水的量一定要一次加足，不管做什么汤蒸头我们都不要加水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煮开，把切好的白玉菇倒在锅中，然后再把料汁也倒下去，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把白玉菇煮熟。接下来少量多次的加入水淀粉，水淀粉每加入一次我们都要搅动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或者是接坨，最好分2到3次下入。汤汁的浓稠度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喜欢喝稀一点的我们就少加一些水淀粉，喜欢喝浓稠一点的我们稍微的多加一些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煮开，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倒在锅里面。倒鸡蛋液的时候，我们要像视频中这样呈线状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这个时候把火调到最小，不然的话鸡蛋很容易煮老。随着水温的升高，鸡蛋液慢慢的定型了，稍微的搅动一下，使鸡蛋液快速的凝固。因为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不能煮太长的时间，煮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啦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汤就这样做好了。把切好的香菜和葱花加在碗中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西红柿鸡蛋汤里面加入了白玉菇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这样一锅西红柿鸡蛋汤，饭店至少要28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才需几块钱。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，没有添加太多的调味料，好喝不油腻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，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